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新鲜热乎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9月19号，当天出货也是一个现货的形式发售的这一款蝙蝠侠阿卡姆起源当中的蝙蝠侠热能版地狱蝙蝠装甲这一款也是限量的，之前没有任何的预热然后突然间就公布了这个现货，可以在旗舰店直接购买，直接提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官方售价呢也是要将近2000块钱很多玩家都说这是一个换色的我也是比较好奇，之前我从来没有开过，也没有把玩过阿卡姆骑士的一些东西首先可以看到外观的一个包装，顶部这里就是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这也是一个限量的，我没记错的话是限量250个。整个的包装风格依然是阿卡姆骑士的这一种感觉。OK，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把它给打开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包装，这边磁吸，这你受得了吗？给了一个磁吸的一个包装，打开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可以隐约的看到本次的这一个战衣的一个样子，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正面开窗可以看到我们本次的一个内容物。好，然后我们直接从顶部来打开看一下内部的这个内容，重量还挺沉。我们来拆开。今天去旗舰店呢，也是主要是去预定了2款 WF 能提货的那一个一个金刚狼，一个白蜘蛛。很沉一共就1层，哇，整个的这个主体非常大东西还是比较少配件方面。下方是说明书背后的话就是这个披风。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主体感觉怎么样。OK， 本次我们的实物就已经拿出来了非常的大之前的那个热能我没有把玩过，所以我对这种风格的战衣没有一个具体的考量。但是确实这东西拿出来非常大，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帅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奇怪。整个的重量也是非常重，然后它的没有在任何摆动的情况下，它这个站立性的话只能说一般，如果你轻轻的去浮动它的话，它很容易掉而且我对阿卡姆骑士的这个特别是漫画这种之类的游戏里面的一些造型我都不是非常熟。官方说是这个是热能战甲为蓝本结合 DC 漫画中这个地狱蝙蝠装甲的视觉元素，然后去设计的这一款重塑的黑暗骑士地狱形态。内地250个还不包括中国香港这些地方，对吧？整体的这个材料基本上都是塑料跟软胶材质。我觉得这个头盔挺有意思这个头盔有点赛博朋克这个机车风身上的特别是肩甲这些刺是真的挺扎手的一个塑料件，而且里面是球形关节活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整个的臂甲包括肩甲跟手臂小臂甲都是可以去活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侧面的这一个机械涂装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小臂甲的也有一些砍痕这边标志性的这些尖刺依然是很锐利，把玩起来当心一点。整个的脖子包括胸部的蝙蝠标这个漆面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在灯光打下来挺帅还有眼睛这里的这个一条红色。腰带方面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朴素了一点没有特别多的细节。胸部跟腰部这些地方还是挺不错的，里面没有那种填充物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块的素体很不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背部背部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特别腰部这里一些线条刻画做得非常不错。背后的腿甲部分也是有战损的这个砍痕。鞋子也是，我们可以看到鞋子这里的这些钩爪相对来说也是挺尖锐的。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膝盖部分这里都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这边的话，膝盖这里的这2块是一个魔术贴，大腿甲也是可以活动的，不是固定死在上面的啊。整个的这一个细节涂装，我觉得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腿部，可以看一下这边也有液压感的这个涂装，而且活动的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联动去。这一款毕竟啊体型巨大，而且它这个甲胄啊很重，所以可动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差了。整个素体唯一我觉得看上去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就是它的手跟小臂甲的这一块啊，这些涂装的话相对来说看上去稍微差了一点啊，换一个手型应该好一点。小臂甲的话就这一块细节会稍微的涂的一般。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可动啊，来瞧一瞧。首先这个头部差不多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两边抬头看一下抬头幅度有没有，抬头幅度几乎是没有啊，就一丢丢，几乎是没有。往下啊，往下也很小啊，左右侧头幅度也很小啊，头部可动的话连及格分都没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臂的这个可动，首先我们把肩胛往外滑，然后看一下抬举，哎，这个抬举倒是挺不错啊，慢慢的调，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哎，这个还让我出乎意料啊，还不错啊。它这个衣服可以看到啊，内部这一块跟手臂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它这个手臂的可动360度都没问题。看到吧，它这个手臂的可动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它不是一个连体的，这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看一下手肘部分90度偏上啊，基本造型或者做一些动作是完全无压力的。看一下大臂的话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啊，幅度但是不是很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胸腰，胸腰呢几乎应该是没有啊，哎。也是出乎我意料啊，它有2段式的，先从腹部这里，然后再到胸甲这里，哎，这个可动也还可以。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往后仰啊，后仰的一个幅度几乎就没有了啊。再看一下左右，哎，左右幅度也挺大，它整个的裤子跟腰部的上半身是分离的。侧腰看一下有没有啊，也有，主要是靠这一块去活动。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腿部关节，这个玩意儿，说实话把玩起来挺费劲，很沉啊。首先劈叉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抬腿我来看一下，啊，抬腿就稍微差一点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没办法了。后踢几乎没有，然后看一下膝盖部分，90度差不多。大腿的话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啊，幅度不是特别大。脚掌部分左右没问题，有一定的空间。前的话会比较少啊，因为它这里的一个甲胄的一个干涉，往后一弄的话它会掉啊，但是它里面是个球形关节，所以无所谓啊。所以它的脚的这个可动确实比较差啊，没有那么的好，这比较可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披风。整个披风的话呢，我现在还没看说明书，不知道能不能拆卸啊。整个披风的话还是偏厚，比较厚的，然后都是有造型铁丝在上面啊，整个质感还可以，但是垂感会稍微差一点啊，还是需要自己去打理一下。官图上那些动作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的。整体感觉还是不错，我个人觉得挺帅啊，但是价格略贵啊。像这一款，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冷门了一点啊，在我的群当中啊，之前发售的时候看了一下，喜欢的人不多，真的是不多。OK， 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着重再来看一下它一些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OK， 配件
非常少。首先看一下说明书，这说明书也是薄的可怜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手臂的可动啊，腿脚的可动啊，确实啊，按照它这个说明书也是偏小。然后腰部可动，手对应的手型、披风啊，一些造型铁丝的一些位置啊，然后一些注意事项啊，他没有把肩胛的这个部分啊标出来，肩胛实际上也是挺危险的一个东西啊。好，然后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东西，首先一把钩爪枪啊，这把钩爪枪涂装呢中规中矩，可以拆卸啊，但是没有给你多余的一些造型的一些钩子啊，都没有啊，略显敷衍啊，这个小配件。好，然后2个蝙蝠标啊，塑料质感的啊，完全塑料，但是呢，这两边的这个涂装啊还是可以啊，有点金属质感啊，但是很脆，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啊，千万别断了。接下来就是它的手型，手型呢不多，首先一对放松手，这手型涂的还挺不错啊，除了原主体手上的那个握拳手，这手型我觉得都是涂的挺不错的，包括手指这些应该是一个电机位吧，啊，触感的一个东西，包括手背啊，整个涂装都还不错，一对。好，然后一对握持武器的一个手型。接下来啊，还有一对啊，也是握持东西的一个手型啊，应该是握持钩爪枪的。好，然后单独的一个奥指禅造型手。好，最后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经典时尚小地台，没有任何的发光结构啊，一个圆形的，比较厚啊，中间是它的铭文标识，这边就是印了一个蝙蝠的一个标志。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站上去了以后啊，这个高度，你要站上地台，对不对？再来看一下它的高度能有多高。本来这个主体就高，我还没有装这个拖裆支架。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就这样的一个高度，用尺来量一下，大概有多高？好家伙，站上了这个地台以后啊，如果你要安全一点的话，大概在38、39啊，39的话应该是不顶了，非常高啊，非常高。重量方面呢还行啊，反正没有铁人重啊，小称手还可以。啊，这一款虽然说对它的背景不是特别熟，而且应该就是之前老的这个热能的一个换色啊，然后稍微做了一些小改动啊，整体效果，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热能的，我觉得这一款可以去入手啊。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题材的话啊，可以去搞一个啊，毕竟再怎么说这个也是限量嘛，对吧？250个限量啊，热能的话现在好像价格还挺低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有的人就很喜欢啊，蝙蝠侠或者是游戏粉肯定会挺喜欢这个东西的，但也有部分玩家觉得很一般啊，特别是对于限定来说啊，它的配件确实比较少，而且身上也没有任何的发光结构啊，或者是头盔啊，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点我也是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啊，其他没有啥，组个队摆一下造型还是挺不错的，毕竟个大啊，挺帅。好吧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今天的这个开箱分享，我们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